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超强台风苏拉呀，在昨天晚上已经进入了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今天早晨5点钟，大概位于广东惠来东南方向330公里的海面上，就目前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呢，风力有17级啊，就是58米每秒。7级风圈半径呢大概250公里左右，10级风圈半径呢是130公里，12级风圈70公里啊。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卫星云图上的这个云图啊，就是过去2个小时台风苏拉的卫星可见光云图，可以看到啊，还是非常的清晰台风眼。那么我们再换一下背景，换成这种背景的 visible 可见光的。可以看到，在朝霞下，这个台风眼下边的云呢，被太阳啊就反射出这种橙红色的这个光芒，还是看着比较不能叫漂亮吧，比较这个诡异的这种。实际上这里边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看一下红外云图就知道了。这个西红柿炒鸡蛋颜色呀，看过我节目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强对流云团也好，还有台风图里边这个红色啊、紫红色的区域啊，都是啊表明呢有非常强烈的能量，包括降雨啊。这是台风苏拉过去2个小时的云图啊，还是应该说还是很完美的这么一个台风看起来。但是呢，它一旦登陆啊，那可就不完美了啊。那台风啊，苏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啊，在广东东部一带的这个沿海登陆，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么登陆之后啊，大约是在明天的下午到晚上吧。登陆之后啊，可能会珠三角地区呢带来比较大的降雨啊。那当然，登陆之后的风力就迅速下降啊，在登陆之后，6个小时就减为热带低压啊。这是台风苏拉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阵风的图。这个图看的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比较强烈的这个双台风效应的一个教科书式的示意图。我们先看一遍 GFS 的预测。我们今天不看欧洲机构了，因为昨天啊我也被打脸了，我和欧洲机构都可耻的说错了啊。那实际上 GFS 是说对了，哪一点说对了呢？就是11号台风海葵啊，在昨天啊，这个欧洲机构。我呢是采纳了欧洲机构的数据，认为呢它不会登陆珠三角，可能会擦着向北。实际上啊，另外一个算出来呢是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登陆啊。那现在 GFS 的预测看来是越来越准确了，现在中央气象台也是这种路线预测。我们先看一下这2个台风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所谓藤原效应啊，是日本的一个家伙，一个气象学家，他最早研究气旋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来的。就2个台风啊，2个气旋在相近不超过200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啊，它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比如说融合呀、拉扯呀，一个大一个小等等，造成呢这么一个相互作用的天气的现象啊，这就是双台风效应。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台风啊，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双台风效应，使右边这个海葵啊偏西了。可以看到，这是海葵的 GFS 的预测，它会在福建宁德一带登陆，大概率啊。我们再看一遍这动画，这回呢，我们等海葵的这个台风眼比较清晰之后啊，就这个位置。好的，我们量一下它们的距离。大家看到了吗？1265公里，这个距离啊是完全符合藤原效应的，就是双台风效应的，应该说呀，后生成的台风海葵受到了先生成的9号台风索拉的影响，它的环流啊各方面都被吸引，最后呢，它被牵引着，当然也有与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因为副热带高压也牺牲了，所以这2个台风呢就都往西走了。就这么个情况。本来呢，昨天我们讲啊，它可能会沿着这个东海啊、黄海往北，不是那样的啊。看起来这次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台的台风路测，看这个图，大家看昨天的图就知道，昨天那个图啊，中央气象台的这根线，它昨天是靠北的啊，大概昨天是在宁波杭州湾啊、入海口这一带登陆，现在呢已经南移了。
这是中央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图。那我们接着说这个双台风效应啊，实际上有时候啊还会发生3台风效应啊。那当然这次3台风效应呢可能性不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另外一个台风啊，我们看一下它还离得很远，另外一个台风啊很快就要生成，它叫什么呢？叫鸿雁啊，鸿雁 Kiroji 啊，鸿雁呢是韩国人提供的一个台风的名字叫 Kiroji，那么鸿雁呢，那就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了啊，第12号台风了。那么这一下可以说，今天还是8月31号呢，是吧？所以8月份呢就一下有了4个台风啊，分别是9号台风苏拉啊，10号台风达维已经在外边了11号台风海葵，以及12号台风鸿雁Kiroji。那么实际上在整个这个地区啊，就同纬度地区赤道附近，大家看到美国周边啊也有4、5个台风，其中有一个非常强的飓风啊，今天已经登陆了佛罗里达，也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先看这3个台风啊，都可能对中国大陆有比较大的影响。其中呢，新生成的这个鸿雁啊，其实也多少受到了这2个台风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也偏西了。那么大家如果看过昨天视频，也会发现昨天视频呢，实际上对鸿雁的预测，那还不叫鸿雁呢，是 11W， 它是向北的那现在它也向西了主要还是副高的影响，我觉得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是这个比较出名的Tropical Tips 它这个网站上就 Levin 它Levicowan 它的这个预测，那这个预测呢就比较详细了它把多种的可能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对于10号台风海葵的这个方向预测那么右边呢，其实最早呢是昨天的一些结果，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南移了。这是海葵。我们再看一下这是9号台风索拉。那么9号台风索拉呢，可以看出来它生成热带低压之后呢，可能会向西走，然后再往南走，进入海南的东部洋面，然后呢，因为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嘛，但是依然可能给海南带来一些降雨再看11号台风鸿雁。11号台风鸿雁主要影响的是日本主要是日本的南部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目前来说超算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由于台风接踵而至就整个东南沿海、华南的这个降雨是会非常多的。整个巴士海峡呀、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的这个洋面都会有大风降雨其中像登陆地包括会来到香港一带，这个风力会非常大应该会到16级到17级左右就是目前的这个预测是这样的。这是中央气象台的这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测那么我们放大一下看一下，目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的登陆点大概是在福建宁德一带福建宁德一带。这是台风的情况。今年31号嘛，最后一天。那么明天开始其实呢在这2个台风生成之后它后边还有一个台风皮带在缓慢发展，可以说在9月上旬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所以这个台风有时候它扎堆儿它也扎堆儿那么在过去统计来说呢西太平洋和南海一带一年四季都有台风生成。那么在中国大陆这边呢，台风登陆的时间范围也比较广但1到3月份基本上没有登陆。大家知道4号台风泰利呢是在比较晚了出台风从7月开始呢，台风就越来越多那极大值呢也就是8月份极大值就是8月份。平均是多少呢？平均是 2.26 个台风但是呢最大值是 5.63 个台风，当然它是平均了那么今年呢看到了吧，已经4个了所以8月份确实是最早的那么1967年呢就有14个台风生成8月份所以很吓人的登陆次数
当然说生成14个，登陆中国的台风呢，大概1995年和2012年都有5个，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8月份的台风生成呢，在月末呢扎堆出来是高于同期的。那这些台风8月份的台风呢，一般呢都是喜欢在广东登陆，当然也有北上的最多的能跑到辽宁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动画吧。光这个矮板的画面没啥意思那么从过去70多年来看一共8月份的一共有136个台风登陆从台风登陆地点来看呢，从海南到上海都有。但是台风呢过了上海之后它就不太可能在陆地登陆了，就会沿着海面不断的向北走，因为毕竟这个海水的温度还是略微高一些。这是8月份登陆台风的情况其中呢应该说06年的这个桑美登陆浙江苍南的这个台风还是比较大的这就是8月份台风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关于这个热带风暴以及台风它的活动消息呢我们在台风这个苏拉登陆前后呢会再出一期，因为这个台风的话题不能直播一直播呢你就是不做这个所谓的预测你就是随便讲讲他也给你掐掉，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在视频里跟大家聊了。那已经加入我的抖音群的朋友呢可以看这个视频，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